比特币很快要突破历史新高吗？交易所比特币的流出、资金的流入会拉涨比特币吗？加密货币新金鱼的加入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比特币在牛市的最后一年，1月过后呢，到达牛市顶峰，都有很不错的回报。我们在13年的1月到达牛市顶峰，我们又涨了84倍。17年1月到达牛市顶峰，我们又上涨了20倍。到了2021年，我们1月过后呢，到达顶峰我们都有翻倍多的涨幅。那我们到了2025年的1月到达顶峰呢，根据周期也会有非常不错的回报。不过每轮牛市的回报率都是递减的，我们很难再重现当时2021年再翻倍的涨幅。不过即使收益递减，我们依然很有机会可以创造30-50% 的上涨幅度。如果以当前的价位，我们在上涨30-50%，我们非常有机会很容易可以达到14万到16万的价位。所以我对比特币后市呢是很看好的。而且我们在牛市的最后一年的1月这个位置呢都再也没有被回来过。你可以发现，我们在13年的1月、17年的1月、21年的1月，这个位置呢就再也没有被回来过了。所以我们目前呢10万出头一点点的价位，很有可能在几个月过后呢，也会是我们再也看不到的价格。目前比特币已经来测试了上方的阻力了，阻力是有强度之分的。我们在第一次碰触到108000的时候，回落的幅度很大那可见此处的阻力呢还是很强劲的。我们当时回落的幅度呢，大概在17-18个百分点左右，而且我们当时是有放出不小的空头阴线的量能的。那这就可以表示我们在108000还有遇到非常多的供应。不过我们第二次碰触的时候呢，我们回落的幅度就小了很多。我们这里回落的幅度大概是10% 左右，而且我们还是有增如果我们看实体部分的话，那回落的幅度其实就小了非常多。而且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呢，阴线其实并没有出现我们确实有出现一根收红色的巨大量能柱，不过此处呢，我们收的是长下影线那长下影线其实是多方优势，是多头有优势，因为此处呢可以形成长下影线，就代表盘面虽说是往下供应的，不过又有很迅速的需求呢，又把它给顶了回去所以此处呢，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回调的过程，并没有见到实体部分很长的大的量能柱。那么此处呢，可见我们在108000阻力的效果呢就减弱了，而且我们又频繁的触碰了108000，可见此处阻力的效果呢已经减得非常弱了。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又来很接近了。那我相信在触碰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有机会可以很快的突破我们原本的阻力。而且我们通常呢，在突破前高点创造历史新高的时候，我们都会进入一段加速上涨的行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依然坚定的持有之前所开的这2张多单。那么之前呢，在回调的过程有针对以太坊又加了一点点仓位，当时计划的也是如此那有稍微提高了一点点的入场均价。我记得当时这2张单子是一起开的，不过现在呢，回报率是相差的非常多。如果我们加上资金费率的话呢，目前依然有着大约$9万左右的回报。那这张多单呢，我会持续的持有因为我依然很看好这波日线级别的趋势。目前的 ETF 数据呢，虽说过去2天流入的情形并不多，对于比特币的市值来说，流入了$1800万、$9200万，那就相当于是没什么太大的流入我们需要的呢，是一波流入潮。在过往比特币的上涨当中呢，但凡我们要有多头走势我们都是配合了 ETF 的资金流入潮的。我们当时在2024年的2、3月有一波资金流入潮，就配合着我们这一波上涨。那我们上一次呢，是在2024年的10月、11月，我们也有一波流入潮那价格呢也有一波上涨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我们目前有没有形成流入潮呢？其实我们在25年的1月开始的这一波流入潮呢，它很有可能
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是有机会延续下去的。虽说我们中间呢有一天巨量的流出，不过我们在过往流入潮过程当中呢，也有出现少数1、2天、2、3天的流出。那对于整波的流入潮呢，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只要不产生一段时间的流出，其实都没有问题那我们目前呢，其实仅只流出了1天过后，我们流出的情况就恢复平稳了。所以对于多头来说，绝对有机会延续我们原本的流入潮，并且形成呢我们下一波的多头走势。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仓位的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的仓位，那你可以开仓。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500赚10%的话有$50，那么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是没问题的。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目前交易所流出的情况非常严重或许大家没有把交易所流出的状况给量化出来我们要的是数字。在过去我们2年的牛市里面呢，从交易所流出的比特币就高达100万枚，大约是100万枚。那在流出之前2年前，在交易所的比特币数量呢，也不过是330万枚而已。流出了100万枚之后，变成230万枚，也就是交易所的比特币经过了这2年的时间呢，就流出了高达1/3的比特币。那如果交易所的比特币减少了，资金又不断的涌入这个市场，那么价格就很容易被拉升毕竟市场的供给变少了，而且呢，目前市场依然在不断的流入资金。图中的黄色线呢，显示稳定币流入市场的资金。你可以发现呢，过往比特币但凡要有加速的上涨呢，都是配合着稳定币加速的流入。那如果我们流入的速度呢变得很缓慢那盘面呢通常就会出现震荡的行情。你可以发现，我们过往2次长时间的震荡呢，都是由于流入的资金减缓所导致的。那我们2波加速的上涨呢，也都是由于资金加速的流入。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流入的资金又创造了历史新高。我们流入资金的速度呢，并没有减缓那我们价格呢，非常有机会很快就可以跟上。在这轮牛市，新金鱼的加入呢，完全改变了市场的环境。图中橘色部分就是旧金鱼投入市场资金的占比那当投入市场的占比多，对这个市场的掌控呢就会更深你可以发现，在2021年呢，投入市场新的金鱼呢，其实就有一定的比例当时新的资金大概是占了20个百分点，新的金鱼占的资金是20个百分点那绝大部分的资金呢，都还是由旧的金鱼所提供的。所以我们在上一轮牛市里面整个市场的走向变化等等的，和我们过去呢相差不会到太多。不过在这轮牛市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新金鱼加入。你可以发现，而且他们很有钱，他们投入的资金很多，他们投入的资金已经占到了市场上总投入资金的 60% 了，等于旧有的资金呢只有占 40%。 那么这些新金鱼的偏好呢，就会极大的影响比特币还有加密货币市场未来的行情。那根据比特币变化还有加密货币的变化我们很容易可以辨别这些新加入的金鱼也就是这些传统金融的机构。那传统金融的机构呢，对于加密货币的看法，其实和旧金鱼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像新的金鱼这些机构呢，他们从过往的图表可以发现过往的走势，他们非常偏好比特币，他们在讨论策划啦等等，其实都是从比特币出发的。那么其他的加密货币呢，从目前来看机构的兴趣其实并不大那就可见它的回报率呢非常有限而且对于散户来说呢，才会把资金在不同币种之间去做转移不过对于这些机构呢，尤其是传统金融的机构他们就只会在龙头全职的这些币种上面比如说比特币等等的。那么其他的币种呢，他们是比较少去做这种转移的他们并不会因为比特币的回报率有限其他币的回报率潜力比较大，他们就把资金转移到其他的币种那么如果我们在这轮牛市呢，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话，我们在这轮牛市所创造的回报率呢，很有可能就会很一般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虽说比特币它就是由机构决定，但是散户呢还是可以在过往可以决定山寨币的。那在目前呢，山寨币依然是由散户所决定的。那对于山寨币来说，在这轮牛市最大的赢家一定就是 Solana。你可以发现呢，目前所发的币种里面呢，Solana 的链它是最活跃的。你可以发现呢，紫色就是 Solana 链上面币的数量，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呢疯狂的增加。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迷因币它都是在 Solana 链上面发币的。不过以太坊呢，它成长的速度就非常缓慢哦。以太坊就是最下面淡黄色的这个数量，它成长的速度很缓慢哦，和当时2017 ICO 的盛况呢有很大的区别。那么 Layer 2的龙头呢，像 Polygon 这个项目呢，它的成长呢其实也就一般般哦。最耀眼的其实就是 Solana， 而且目前呢，加密货币有太多种了，比特币算一种，以太坊算一种 ，Solana 算一种，也不过就3种。不过目前呢，加密货币总共有3640万种。没错，比特币算一种，以太坊算一种。目前加密货币有3640万种加密货币。那我们可以和过往的牛市去做对比。我们在2013年牛市的时候，我们的加密货币还不到500种，到了2017不到3000种，到了我们2025年，目前就有3640万种。而且我们随着牛市的进行还会有更多的加密货币被发出来。我们很有可能在这轮牛市结束的时候，会来到1亿种的加密货币。那么在过往呢，比特币所瓜分的市值呢，都可以很平均的去分配到每个币种里面。你只要是加密货币，你都可以去瓜分到比特币的市值。不过这轮牛市呢，从比特币瓜分出去的市值呢，它只会分配在极少数的加密货币里面，并不是每个加密货币呢都可以很平均的瓜分到在山寨币里面从比特币转移的市值。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Solana 和以太坊活跃度的比较，链上活跃度的比较。迷因币在这轮牛市呢，引起了非常多波的热潮。那么这些迷因币呢，都是发行在 Solana 链上面的，所以 Solana 的链呢就异常的火爆。你可以发现呢，紫色线就是 Solana 每日的活跃地址每小时。目前呢 ，Solana 每小时的活跃地址就是有发出转账等等的，就来到了83万2000个。而以太坊每小时活跃的地址呢，仅仅只有3万1000个。所以从链上的活跃度呢，你就可以清楚 Solana 是非常活跃的，而以太坊呢非常非常不活跃。我们可以从这轮牛市的热度呢来做解释。像当时2017年的时候，以太坊有 ICO 的热潮，到了2021年的时候，以太坊有 NFT 有 DeFi 的热潮。不过到了我们2025年这一轮的牛市呢，我们有非常多波的迷因币热潮。那么我们确实很难去把握迷因币的热度，我们不清楚这个迷因币会火的是哪一只，会爆的是哪一只，而且迷因币的行情呢，也真的非常难做把握。不过我们清楚只要你有迷因币，基本上你就是发行在 Solana 链上面所以你可以清楚，我们在这轮牛市呢，它的热点呢是完全被转移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